起来看精彩短剧《闪婚领证》，陈总对夫人一眼沦陷。故事解说：夏沫近期频繁出现干呕的情况，身边熟人察觉到异常，纷纷打去询问她是不是意外怀孕。夏沫立刻否认了这个猜测，旁人也随即释怀，毕竟她一直单身，没有交往过任何男友，根本不存在怀孕的可能。夏沫没有过多纠结，匆匆结束对话，转身前往病房为病人换药，投入工作。但她的内心却隐隐忐忑，不由得回想之前的意外经历，暗自怀疑那一夜的荒唐会不会让自己不幸中招哦。夏沫之所以拼命赚钱，都是为了身患严重心脏病的外甥团子。2年前，他的亲姐姐病逝，留下年幼的团子无人照料。从前姐姐打工供夏沫读书，如今姐姐离世，凑齐手术费、抚养团子的重担便全部落在了夏沫身上。为了快速赚到高额医药费，急需用钱的夏沫找到好友玲玲，打听高薪兼职的门路。玲玲向他推荐了一家高端酒水俱乐部，告知这里的卖酒提成是其他场所的3倍，客人大多非富即贵，素质偏高，十分适合急需周转的夏沫。走投无路的夏沫别无选择，只能答应这份兼职，咬牙扛起养家救娃的重担。入职当晚，店内举办派对，几位客人一口气预定了3箱招牌酒水，却借机刁难打工的夏沫，要求他陪酒助兴才算有诚意。本就不会喝酒的夏沫，礼貌拒绝了众人的无理要求。可这群客人依旧不依不饶，出言调侃起哄，逼迫他喝酒。胆小内敛的夏沫又慌又怕，不敢与人争执，只能慌忙逃离现场，放弃了当晚的工作。夏沫离开后，现场众人闲聊起圈内名人，纷纷夸赞当晚拿下赛车比赛冠军的陈氏财团太子爷陈燕。众人坦言，陈燕是圈内顶尖的黄金单身汉，赛车实力顶尖，家世显赫，唯一的短板就是性格火爆，脾气刚烈。此前被迫沾酒，加上精神高度紧绷，逃离现场的夏沫酒精快速上头，头晕乏力，浑身发软。他找了一处安静的角落趴着休息，打算等酒精彻底消散再离开。可疲惫和醉意袭来，他很快就昏昏沉沉睡了过去。另一边，刚拿下赛事冠军的陈燕，赛后察觉身体异常，瞬间反应过来自己被竞争对手暗中下药。就在这时，他发现了昏睡在一旁的夏沫，下意识认定他是对手派来设局，刻意接近自己的棋子。程燕瞬间警惕，厉声质问夏沫是谁派来的。夏沫被惊醒后，脑子一片混乱，恍惚间以为自己做了一场和陌生帅哥亲密相处的春梦，久久分不清梦境与现实。而程燕快速理清前因后果，猜测对手是想利用桃色丑闻毁掉自己的口碑，干扰自己1个月后的重要赛事。此刻的他早已将夏沫定性为刻意算计自己的人。与此同时，夏沫也彻底清醒，无奈发现自己稀里糊涂失去了第一次，心中满是委屈与无措。程燕认定夏沫是求财而来，开门见山询问他想要多少封口费，还表示愿意开出10倍于雇佣方的价格，让他就此收手，不再纠缠。夏沫又气又委屈，急忙辩解自己只是兼职卖酒的普通员工，并非受人指使算计他，让程燕不要随意污蔑自己。程燕全然不信，只觉得他是故作无辜，想要漫天要价。他再次提醒夏沫，自己出手远比幕后之人大方，让他好好斟酌利弊。夏沫瞬间陷入犹豫。团子的手术费缺口巨大，眼下正是缺钱的关键时刻，这笔补偿款恰好能填补医药费的空缺，解决他的燃眉之急。思索再三，夏沫忐忑询问程燕是否真的愿意付钱，心里还暗自纠结，开口要5万块手术费会不会太过贪心？可程燕直接拿出一张存有500万无密码的银行卡递给他，同时严肃警告，绝对不能对外泄露那晚的任何事情，一旦泄密，自己一定会找到他追究到底。夏沫连忙点头应允，承诺自己不知他的身份，绝不会到处乱说。风波落幕，夏沫满心无奈。他事后第一时间服用了补救药物，却错过了12小时的最佳避险时间。结合近期频繁干呕的症状，他心里无比确定自己意外怀上了孩子。接连的意外让他倍感煎熬。不久后，世界级赛车联赛结果公布，陈燕成功夺冠，再度印证了自己天才赛车手的实力，成为众人眼中年轻有为、家世顶尖的陈氏财团继承人。夏沫的父母外出归家，夏沫安抚忧心忡忡的家人，坦言自己已经凑齐了团子手术所需的最后5万块费用。面对父母的疑惑，他简单解释，钱财都是自己多份兼职叠加，外加亲友周转所得，让家人不必多虑。他还告知家人，已经预约了国内顶尖心外科院长，等院长回国就能立刻为团子安排手术。家人悬着的心终于落地。安稳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，夏沫确认自己怀孕后，陷入了巨大的挣扎。眼下家境拮据，团子尚且需要专人照料，他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和财力抚养孩子。再三斟酌后，他下定决心打掉腹中的孩子，不让孩子跟着自己吃苦受罪。没过多久，手部受伤的程燕来到医院拆线，接诊的护士恰好是夏沫。
两人时隔多日再度相遇，程燕一眼就认出了他。近距离接触时，程燕随口夸赞夏沫身上清香，言行略带轻佻，让夏沫慌乱躲闪，无比局促。随后，程燕故意发难，投诉夏沫工作态度差，操作毛躁，险些扯坏自己的伤口，执意要向医院追责。护士长为了平息事端，连忙上前安抚程燕，主动接手她的拆线工作，同时安排夏沫前往隔壁诊室为外伤患者做清创包扎。擦肩而过时，程燕叫住夏沫，拿着之前的银行卡出言嘲讽，说他拿到钱后立刻挥霍，性子急，惺惺作态。他武断认定夏沫唯利是图，来者不拒，只要给钱，什么工作都愿意做。面对无端的误解，夏沫极力辩解，可程燕根本不愿倾听，只冷漠提醒他，身为医护人员，应当恪守职业本分。夏沫暗自庆幸，程燕并未察觉自己怀孕的事，否则定会认定他刻意设计，借机算计。这也让他更加坚定了打胎的想法。若不是当初被人下药意外失态，自己绝不会陷入这般两难的境地。平复心绪后，夏沫认真完成手头工作，细心叮嘱患者伤口养护注意事项，随后便默默离开。之后，他主动向院长申请请假，院长误以为是团子身体不适，连连关切询问。夏沫连忙表示团子一切安好，再三感谢院长的悉心照料。心思细腻的院长还是察觉到了夏沫的憔悴与异常，再三追问下，终于得知她意外怀孕的消息。院长误以为孩子是抛弃夏沫的前男友的，满心气愤，替夏沫感到不值。夏沫立刻解释，自己早已和前男友断绝所有联系，孩子与对方毫无关系。在院长的追问下，夏沫终于坦白，自己是在俱乐部兼职时遭遇意外，稀里糊涂怀上了孩子。院长满心怜惜，语重心长地开导她，女孩子要爱惜自身身体，为人母责任重大，一定要慎重抉择。夏沫道谢后，表示自己会妥善处理。看着他落寞的背影，院长忍不住感慨，他实在是命运坎坷，太过不易。另一边，程燕手伤未愈，上门探望奶奶。奶奶看到他手上的伤口，满心心疼，埋怨他受伤不告知家人，白白浪费了自己好不容易蹲到的专家号。闲聊之际，奶奶想起院里辛苦打工、家境贫寒的夏沫，心疼他为了救治外甥拼命奔波，便拜托程燕在车队帮忙安排一份轻松高薪的兼职。程燕当即应允，告知奶奶赛事现场的医疗队岗位钱多事少，十分合适。奶奶再次向她诉说夏沫的难处，无依无靠，独自扛起养家重任，命运十分坎坷。没过多久，夏沫按照安排前往赛事医疗队报到，院长贴心叮嘱她只需在岗待命，工作轻松无压力。夏沫满心感激，格外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。因为无人照看团子，她只能带着孩子一同前往赛场。活泼好动的团子在赛场四处跑动，无意间再次撞见程燕。程燕看到可爱的团子，又得知夏沫的名字，瞬间产生误解，误以为团子是夏沫的孩子，觉得她身为单亲妈妈，还混迹各类场所打工，作风轻浮，对她印象极差，忍不住暗自吐槽赛场门槛太低。奶奶听闻孙子的评价，当场厉声呵斥程燕，直言这是自己亲自挑选的踏实姑娘，不许她随意诋毁。随后，奶奶向程燕全盘道出夏沫的处境：姐姐早逝，留下心脏病幼子。夏沫未婚未嫁，却义无反顾扛起抚养救治外甥的重担，日夜打工赚钱，根本无暇顾及个人生活。得知全部真相，程燕恍然大悟，终于明白夏沫当初索要的5万块，并非封口费，而是外甥的救命医药费。知晓自己误会了善良坚韧的夏沫，他心中满是愧疚，还暗自担心夏沫会因为之前的纠葛来找自己麻烦。赛场广播响起选手入场通知，程燕暂停思绪，前往比赛。夏沫也带着团子准备离开，临走前温柔叮嘱团子不许在外乱跑。团子乖巧答应，还想次日继续跟着小姨出门。夏沫温柔安抚，告知自己次日有事，让外公陪同玩耍。无人知晓，第二天既是团子约定的手术日，也是夏沫预约人流手术的日子。当晚，程燕反复梦见夏沫，心绪不宁，辗转难眠。次日，夏沫如约前往医院，准备打掉腹中的双胞胎，彻底了结这段意外的纠葛。他看着腹中孩子，满心愧疚，自责自己太过自私，让孩子未出世就要面临终结，在心中默默祈求孩子的原谅。就在他即将进入手术室时，医院突然告知他家人突发意外，手术只能临时取消。夏沫心急如焚，赶往急诊室，得知父亲带团子外出时遭遇逆行车辆撞击，万幸团子安然无恙，父亲却左小腿骨裂，需要长期静养恢复。看着受伤的父亲，夏沫又急又怒，当即想要报警追责。可肇事司机态度嚣张，拒不认错，反倒倒打一耙，声称老人故意碰瓷，还扬言自己家财万贯，根本不怕赔偿，言语极尽蛮横无理。就在双方争执不休、矛盾激化之际，程燕突然现身。肇事司机认出程燕的身份后，瞬间收敛嚣张气焰，态度180度转变，连忙低头道歉求饶。
在陈燕的强势施压下，司机全额承担了所有医药费、损失费，还为夏沫父亲安排了 VIP 单人病房，全力弥补过错。处理完琐事，程燕单独叫住夏沫，想要和他私下交谈。夏沫安抚好团子，叮嘱孩子眼前的叔叔只是看着眼力，实则是帮助他们的好人。他内心满是忐忑，暗自猜测陈燕是为了之前的误会来找自己麻烦。夏沫率先开口，郑重向陈燕承诺，自己从未对外泄露过半分那晚的事情，让他彻底放心。陈燕直言自己并非为此事而来，紧接着目光坚定，开门见山，询问他是不是怀上了自己的孩子。突如其来的质问让夏沫瞬间慌乱，下意识开口否认。可程燕早已根据时间线和当晚的细节笃定了事实，明确表示自己清楚那晚他是第一次，时间完全吻合。追问他是否另有交往对象，夏沫立刻否认，表明自己没有其他感情纠葛。真相大白，夏沫连忙表明自己的态度，告知程燕自己本打算次日打掉孩子，两人从此两清，绝不会纠缠他。程燕立刻厉声制止，明确表示自己绝不允许他打掉这两个孩子。夏沫满心无奈，诉说自己的难处。他十分喜欢孩子，也舍不得腹中的双胞胎，可自己经济拮据，无法给孩子优质的生活和完整的家庭，贸然生下孩子是对孩子不负责任的表现。陈燕听完所有顾虑，当即给出了完美的解决方案，直言自己可以给孩子完整的家庭和优渥的生活。他直接拿出结婚协议，提出与夏沫领证结婚。他郑重承诺，婚后赠与夏沫5亿资产、3套别墅、名下豪车任由他挑选，所有资产无密码、不限额，任由他支配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会全权安顿夏沫的家人，为养伤的父亲提供顶级医疗资源和专属护工。团子后续的心脏手术也由他全程包办、全权负责，彻底解决夏沫的所有后顾之忧。巨额的承诺让夏沫无比震惊，他误以为程燕只是为了孩子才和自己交易，并非真心相待。他暗自盘算，这场交易能让孩子衣食无忧，也能彻底解决团子的手术难题，是当下最好的选择。同时，他也暗自决定，若日后程燕后悔，自己会主动抽身离开，绝不纠缠依附。思虑周全后，夏沫提出了自己的条件。两人相识短暂，彼此陌生。他希望试婚1年，延后正式婚期，磨合相处后再敲定后续。程燕明白是自己此前的恶劣态度让他心存戒备，当即爽快答应，决心日后慢慢弥补，好好待他。夏沫又小心翼翼询问能否暂时对外保密婚讯，他只是普通医护人员，未婚先孕闪婚的事情若是传开，定会引来无数流言蜚语。程燕全然应允，尊重他的所有想法。一切敲定，夏沫看着腹中孩子，暗自期盼自己的决定没有出错。直到此刻，他依旧觉得和陌生男人闪婚怀孕的经历像一场不真实的美梦。领证结束后，夏沫打算回家，却被程燕拦下。对方直言两人已成夫妻，理应回属于他们的婚房。夏沫跟随程燕来到豪华别墅，恢宏精致的装修让他倍感震撼。管家何叔、保姆王婶早已等候在门口，恭敬称呼她为少奶奶，表示会全权照料她的起居生活。程燕让佣人先行退下，安排何叔带夏沫参观别墅格局。超大的衣帽间里摆满了各大奢侈品牌的新品服饰，每季都会实时更新，专属配饰更是数不胜数。何叔介绍，高端定制成衣大多无法水洗、干洗，所以每件都会配备备用款。节俭惯了的夏沫十分不解，只觉得太过铺张浪费，坚持只穿自己舒适耐洗的纯棉衣物，无需奢侈品加持。安顿好夏沫后，程燕立刻联系奶奶，告知她自己结婚，夏沫怀有双胞胎的喜讯。正在返程的奶奶满心好奇，连连追问细节。程燕故意卖关子，挂断电话，让她归来后亲自揭晓答案。随后，程燕带着夏沫参观精致的儿童房。夏沫感慨孩子尚且年幼，准备房间为时过早。程燕却温柔解释，这间房间是专门为团子准备的，方便日后团子搬来居住，有专人照料，能极大减轻夏沫的负担。这番贴心的安排深深触动了夏沫。所有人都把团子当成他的累赘，唯有看似冷漠的程燕懂得他的坚守与不易，愿意接纳善待孩子。夏沫心中暖意涌动，对这段意外的婚姻多了几分期许。程燕告知他，保姆已经备好晚餐，打算带他逛完别墅再用餐。不久后，匆匆赶回的奶奶怒气冲冲找上门，厉声质问程燕私自结婚生子的事情，扬言若他肆意妄为，必定不轻饶。直到此刻，夏沫才震惊发现，程燕的奶奶正是自己医院的院长。院长看清两人的关系后，第一时间护住夏沫，质问程燕是否逼迫欺负他，直言只要夏沫受半点委屈，自己立刻带他离开，为他撑腰讨公道。夏沫连忙解释，两人是阴差阳错意外结缘，如今自愿领证结婚，也打算好好生下孩子，用心抚养。院长再三确认夏沫并非被迫，没有受委屈，又见程燕态度诚恳，满心珍视，终于放下心来。
他满心欣慰，自己一直心疼的好孩子终于有了归宿，还如愿盼来了双胞胎重孙。为了不让夏沫受半点委屈，院长明确表示程家礼数不减，会亲自上门提亲，还打算包下海外古堡，包机宴请亲友，为两人举办一场盛大浪漫的婚礼，定制专属婚纱，给夏沫十足的仪式感。低调节俭的夏沫连忙婉拒，他深知自己未婚先孕本就引来不少非议，盛大的婚礼只会让自己更加瞩目，招惹更多是非。院长十分认可他通透懂事的性子，爽快答应尊重他的所有意愿。随后，院长笑着提醒夏沫，如今已是一家人，无需再称呼自己院长。夏沫反应过来，温柔改口喊了一声奶奶，彻底拉近了祖孙间的距离。奶奶随即严肃叮嘱程燕，夏沫怀着双胞胎辛苦万分，无论赛事工作多忙，都绝对不能冷落亏待他。程燕郑重应允。婚后，夏沫不愿居家闲置，依旧选择回到赛场医疗队兼职。程燕打趣调侃他是害怕公开两人的夫妻身份。夏沫坦然表示，只是不想被旁人过度追问，惹来不必要的麻烦。程燕不再逗他，贴心让他进入室内躲避高温，安心工作。程燕还贴心告知夏沫，父亲的疗养事宜已全部安排妥当，高级病房、专属护工一应俱全，身体恢复状况十分良好。夏沫这才知晓，是程燕为自己对接了高薪稳定的医疗队兼职，解决了家里的所有开销难题，心中满是感激。赛场之中，有工作人员私下非议夏沫，传出他此前在医院预约人流手术、私生活混乱的谣言，旁人连忙制止非议，让众人专注工作。随后，夏沫被安排独自搬运沉重的医疗器材，默默辛苦劳作。赛场内，品牌方工作人员双双打扮精致，身边同事纷纷调侃他和常年合作赛事的程燕十分般配。众人都夸赞程燕家世优越、洁身自好，婚后必定专一靠谱。双双听着调侃，心中暗自窃喜。就在这时，抱着重物视线受阻的夏沫不慎撞到双双，不小心弄脏了对方的裙子。夏沫立刻诚恳道歉，主动提出清理污渍或全额赔偿，态度谦逊有礼。可双双仗着自己是品牌方特邀人员，居高临下，满脸嫌弃，极尽刻薄地嘲讽夏沫家境贫寒、自不量力，直言这条定制裙子价格昂贵，是他一辈子都赔不起的。他拒不接受道歉，执意要投诉夏沫。一旁的同事也纷纷劝说夏沫低头认错，平息事端。夏沫满心委屈，如实辩解并非自己全责，是对方没有留意路况才会发生碰撞。可双双依旧不依勿饶，肆意贬低夏沫的身份，还嚣张上前想要动手教训他，逼迫他认错。就在双双即将动手的瞬间，程燕及时现身，气场冰冷地护住夏沫，厉声质问对方谁敢动自己的人。